这是一颗布满钢刺的刑具，能够在心灵层面净化修女的罪恶。茉莉因为犯了修道院的戒条，就必须接受这种触及内心的变态惩罚。还记得她第一次果树胸拜，就是由院长亲自在身后打了一个死结。因为这不但是少女初熟的礼赞，也是驯养者套上的第一根牵引绳。可随着她的发育和青春懵懂，她却对母亲一样的院长悄悄有了诡异的变化。其实他是修道院捡来的野孩子，连解个手都要习惯性的找块草地。想不到他刚蹲下，就看到园丁恰好走过来修剪树枝，他慌忙提起裤子，却还要憋住体内那惴惴欲出的尴尬。可隐蔽的角落实在太少，最后他相中了衣柜，只有这里看上去能一解燃眉之急。括约肌已经在强烈抗议了，他确认四下没人，便不声不响地关上了门。很快午餐时间结束，修女们在祷告时听到了一声尖叫。原来还没等这坨东西凉透，就因为气味太大被人发现了。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他，也没人教过方便，还有专门的卫生间啊。直到现在他还是一脸懵逼。修女们都看向了院长，显然玷污圣所者必当受7倍洁净之刑。小茉莉这才意识到，原来屎拉错了地方也会闯下大祸。殊不知在这神圣之地，院长嬷嬷就相当于至高无上的上帝。也许是从小被打骂惯了，他不想就这样被赶出去流浪街头，于是他拼命冲向院长，死死地抱住大腿不肯放手。幸运的是，院长也是一个温良之人，其实只是想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。看着他清澈的大眼睛，院长仿佛看到了曾经天真的自己。此刻小茉莉还不知道，她的命运将因为这个漂亮女人而发生改变。院长重复着她的名字，眼睛里闪烁的全都是慈爱。然而他却被桌子上的一幅画所吸引，在冥冥之中也仿佛影射了他不凡的一生。画中的人名叫圣阿加莎，那是一个奉献自己成为圣人的故事。可一提到最后阿加莎惨死在大火中，小茉莉立即陷入了沉思，因为她也隐藏着一个秘密，正是一场大火夺去了她母亲和姐姐的生命。小茉莉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回忆说他们一直在吵架。原来茉莉生活在1900年的西西里岛，她从小家境贫困，填不饱肚子就偷偷生吃刚下的鸡蛋。可每次母亲都要检查，她也就对挨巴掌这件事习以为常了。而母亲对姐姐的偏爱，居然把对方养成了穿不上鞋的胖子。她的出生被当成了拖油瓶，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和无尽的谩骂，就连睡觉也只配窝在脚底下。然而夜深人静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刻，因为她可以偷偷穿上姐姐的新衣服，跑到天台上随意撒野。她居然记得天上每一颗星星的名字，可今晚却被母亲发现，结果第二天就被绑在了大门外。母亲则带着姐姐盛装出行，和邻居们去城里参加教堂的圣餐活动。在昏睡中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看见一个男人哼着小曲儿走来。原来眼前满脸胡茬的男人竟是小茉莉那个经常不回家的父亲。她终于得救了，可紧接着就发现父亲的眼神不太对劲。偏偏就在这时，母亲和姐姐突然从城里回来了。显然父亲的回归不受待见，可小茉莉却第一次有了被关注的悸动，以至于看着对方吵架，自己竟然选择和父亲站到一边。没想到这也是她噩梦的开始。她看着母亲和姐姐被关进另一个房间，心里却有了些许小兴奋。小茉莉遗传了父亲的浪荡基因，可当时就见识到了对方极为变态的一面。想不到她才9岁就成了衣冠禽兽发泄的玩物。当她在迷茫中睁开双眼，却发现整个世界都因为身上的血迹变成了黑色。她偷偷下了床，想放了被锁在房间里的母亲和姐姐，可她只是轻声叫了一句妈妈，就惊动了父亲熟睡的鼻鼾。没想到由于紧张，他竟然把煤油灯洒在了稻草上。他刚要去开门救人，就突然想起了母亲无尽的打骂。他顿时犹豫了，这个地狱一般的家他不要也罢。看着无法熄灭的大火，他依然丢下全家人逃了出去。此刻他拼命逃离的还有自己这一段灰暗痛苦的过去，一直跑到筋疲力尽，他才瘫在草地上睡了过去。无疑小茉莉是非常幸运的，第二天他刚好被修道院的园丁发现，醒来他就听到了议论，房子里发现了姐姐和母亲烧焦的尸体，医生也做了检查，确认他逃出大火之前受到了侵犯。他的命运像极了这只飞虫，被人类的权力随意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为了不让他在孤儿院长大，修道院愿意暂时收留他一段时间，于是他有了单独的大床，还有了散发着香气的干净衣服。起初他吃饭都狼吞虎咽，是院长安排修女教他学习礼仪，而见到他更是母性大发，都不禁唱起了童谣，叮咚叮咚摸鼻子。时间一晃3个月过去了，他成了修道院里单调生活的开心果。于是院长冒着众人的反对，正式将他纳入修女的行列，直到成年。小茉莉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园丁，这也是他在修道院最亲近的人。他的梦想照进了现实，也照亮了他今后混进上层阶级的道路。他有很强的求知欲，很快就受到了院长的特别偏爱，甚至发生地震时，院长都撇下其他人，却单独将他紧紧护在怀中。
原来地震的源头竟是修道院附近的火山喷发。小茉莉也在院长的呵护下逐渐成长。等火山熄灭的那一刻，小茉莉竟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她的进阶人生也从此迈向了快车道。在只有贵族才能进入的圣洁之地，她这个被偏爱的野孩子显然成了修女们嫉妒的假想敌。一旦院长出了门，她就成了富家女们冷嘲热讽的对象。别人谈论着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她只能尴尬地附和着傻笑。此刻在茉莉心里的自卑埋下了一颗向贵族阶级攀爬的种子。没想到时至深夜，他竟然在门缝下发现了一张卡片，上面写满了炸裂的爱慕文字，还夹杂着一缕金色头发。茉莉被信中的挑逗搅得心神不宁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见到了主动找来的疑似送信者。他明白这都是嫉妒惹的祸，便解释院长心胸宽广，以同样的方式爱着修道院里的所有人。虽然对方不愿意承认，但嘴上却表示那个送信人犯了嫉妒罪。小危机被他完美化解，可骚动的心却开始蠢蠢欲动了。他又找到亲近的园丁，想看看井水中映出自己的真实模样。因为修道院没有镜子，这也是一种对肉体凝视的精神禁欲。他只能通过对方的描述得知，原来自己美得堪比一个皇家的公主。显然在这个教条的修道院里，莫莉的青春懵懂随时会坏了规矩。后来他在与院长单独相处时，竟忍不住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情感，结果他触犯了禁忌，院长也在不停忏悔中将他推开。从此刻起，那个曾经在大火中成为孤儿的野孩子，逐渐蜕变为一个灰烬里长出荆棘的怪物。然而很快，他就迎来了自己冲动的惩罚。被刺入心灵刑具之后，他就被立即关进了阴暗的忏悔室，而胸口渗出的鲜血在时刻提醒他被打入了冷宫。他每天在精神和肉体的反复折磨中度过，就连食物也变成了简单的牛奶面包。他看见神父的到来，想起了小时候捉弄人的恶作剧，于是装作生病晕倒，竟然成功骗取了半天花园散步的机会。他希望得到院长的宽恕，却又在门缝下看到了一张决绝的卡片。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，他要么把自己淹死，要么必须逼自己想出改变的办法。于是第二天散步时，他当着园丁的面跳上了井口。为了博取翻身的机会，他向前一步赌上了自己的命。这次他赌赢了，园丁再一次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他终于见到了院长，也重新得到了特殊照顾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嫉妒者几句话又瞬间将他打入谷底。茉莉拼死一搏的计划居然被人拆穿，院长也大失所望的扬长而去。没多久，他就发现嫉妒者竟然成了院长身边的红人。他偷偷溜进对方的宿舍，竟发现纸条上的字迹一模一样。他这才知道自己被人做局陷害了，便死命掐住了对方的脖子。对于这种心机婊，没想到他报复的手段也是奇葩。他竟然毫不废话，一口就咬破了对方的这张欠嘴。然而这一次，院长对自己圈养的羔羊彻底失去了耐心，居然动了将其送回孤儿院的想法。茉莉见状，便又开始习惯性的故技重施，可廉价的下跪装可怜早已变成了院长眼中的厌恶作态，况且都为他想好了出路，成年后去做一名缝衣工或管家什么都行。Per aiutarti, ho chiesto a un medico di fare un certificato che attesti che hai perso la virginità per cause violente. Accetta di prendere in sposa una fanciulla senza avere la certezza della sua integrità morale e fisica. Non farò la governante. Non mi voglio sposare, non sarò mai la serva di nessuno. 看来胜似母女的两人此刻的微妙关系彻底走向了决裂，而茉莉最后的要挟就是知道对方每晚在床上不可告人的隐私。院长这冲动的一巴掌也将自己推向了死亡的边缘。茉莉和过去那个单纯的自己说了声再见，在吹进窗内的狂风暴雨中做了一个挣扎的决定。她偷偷躲在塔楼，等院长出现后伸出了双臂，她最后拥抱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母亲，然后默然将其推了下去。第二天，仍在忏悔室禁闭的他被修女叫醒，在听到院长跌落塔楼的消息后，他还是伤心不已，甚至直接倒地晕了过去。很快迎来了院长的葬礼，而茉莉的命运也在此刻发生了悄然改变。本以为自己将会被送进孤儿院，可新院长却神秘地说会有人来接。无论如何，自己要面对一种与这里完全不同的生活了。他告别了最信任的园丁，在迷茫中踏上了一段未知旅程。汽车经过了家乡的麦田，那里闪现出亲人和院长死去的身影。茉莉在司机的呼唤中醒来，这里是她从未见过的另一个世界。呈现在眼前的是高大的宫殿，内部更是极尽高雅和奢华。她居然有了自己的房间，并且拉床头的绳子就会有仆人赶来。
窗外的风景也与修道院不同。此刻的茉莉意识到，这里才是上层贵族过的生活，到处是自己没见过的新奇玩意，就连床垫都能柔软的弹起。可奇怪的却是，楼上竟不时传来了低沉的嘶吼声。她急忙关上了窗子，可在这诡异的夜里，她总能听到铃铛和山羊的声响。她看到了小时候被自己烧死的家畜，仿佛代表着一同死去的姐姐和父母。还有那被他推下塔楼的修道院院长，一直在身后死死地盯着。此刻茉莉还不知道，自己的到访全都得益于此人生前的安排。答案揭晓，在第二天一早，她的初识从一个芊芊背影开始。她首先见到了漂亮的贵族大小姐，对方也用同样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她，只是一个轻声的微笑，两个困在囚笼里的心就靠在了一起。很快她就见到了家族掌权者，这是个拥有无尽财富和权力的盖亚公主。茉莉的优雅给对方留下了好印象，她这才知道一旁的金发女孩名叫小马，两人与院长正是这个家族的祖孙三代。而他之所以受邀来住一段时间，也是因为公主想知道自己的女儿为何会溺爱一个草根修女。对方表现出的和蔼亲近，在茉莉的眼中却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试探，一个接一个的提问，无不在质疑他就是谋杀院长的嫌疑人。好在他确实也很伤心，以塔楼栏杆年久失修的理由搪塞了过去。此后他必须格外谨言慎行，生怕一个小错误就会让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他只能躲在庄园的教堂里，努力做一个看上去虔诚无比的修女。即便对小马的好奇询问，他也是三思后才小心翼翼地给出回答。在这个纯善金丝雀的帮助下，他很快对庄园有了重新的认识。他记下了这里的所有规则，比如院长生前的房间还在坚持每天打扫。小马居然对母亲一直心怀恨意，公主的话仍不得反驳，即便受宠的外孙女也必须言听计从。还有个像教堂一样大的鹦鹉园，这里埋藏着家族三代人的诸多秘密，而小马在刻意掩饰着跛脚，总是用裙摆遮住笨重又丑陋的甲板。可对方的无忧无虑令他着迷，伤感时又忧郁得像个孩子。没想到公主讨厌看到他这身素装，并命令他换上亮丽的服饰，还给自己起了个戏谑的名字叫莫迪。殊不知这个词正是被诅咒的意思。于是在仆人的帮助下，他穿上了人生第一件华丽的连衣裙。这一刻他彻底泪奔了，仆人们还误以为取悦贵族而背弃了信仰，却不知这正是茉莉蜕变的开始。他一直在演戏，只有在仆人面前才敢卸下防备。司机觉得他值得信任，便透露了自己是个逃兵的天大秘密。为了让对方确信这份信任，他也抛出了自己从未有过职业的秘密作为交换，而坦诚很快就迎来了结果。他经过司机的门前时被突然叫住，对方表示不想回修道院，可以想办法留下。本以为会有什么解决方案，没想到却是傻大个在对自己深情告白。司机可以向公主公布两人的恋情，并引荐他留下为庄园做事，相信他从小在修道院受到的教育一定能得到公主的认可。然而茉莉却以初来乍到为由，用微笑将两人的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Era forse questo il modo per rimanere in villa。茉莉竟在这番话中得到了启发，她得知公主抱怨每一个仆人都在偷东西，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忙清算账本，却不料对方眼光毒辣，似乎已经觉察到了她的欲望之心。然而很快他就见到了庄园的职业经理人卡麦恩，对方从小在这里工作，帮忙管理公主那些多到头疼的土地。这次来是为了做见证人，目睹接下来的签字仪式全过程。原来茉莉被请来的真正原因是在院长的遗嘱上签字，他将得到每年1800里拉的终生津贴，但如果放弃宗教生活，那这笔养老金也将被立即取消。按道理讲，这个限制也很合理。茉莉毫不犹豫签下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茉莉摸清了家族的很多秘密，她每晚听到的嘶吼声竟来自公主那个被囚禁的怪物儿子。由于经历了连年的战火，公主的丈夫和大儿子先后去世，女儿竟和卡麦恩暗生情愫，没想到还生下了外孙女小马。显然这件事是家族难以启齿的耻辱，院长无法再婚配，所以压抑情感的修道院便成了唯一选择。他这才明白，这些天的梦境都是现实的投射，他注定一辈子无法摆脱院长的阴影，仿佛时刻有一双眼睛在审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好在小马的到来终于让这份回忆有了宣泄和释放的地方。其实他踏进公主官邸的第一晚就谋划了一个霸占全部家业的大计划。野孩子想一夜变凤凰，就得用最狠的人间凶器撕开命运。他赌上的只有贱命一条，却把自己淬炼成了嗜血的屠刀。当裹胸布滑落的那一刻，他的眼中没有羞耻，只有把整个庄园烧成王座的欲望之火。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。从此后，庄园里留下了2个快乐的倩影。然而时光荏苒，茉莉转眼到了该回修道院的时间，仆人们把分别看成了再平常不过的小事，公主则表现出了高贵的冷漠。只有小马陷入感情纠葛中无法自拔，情到深处他也动了心，在终生津贴和纯真的爱之间，他冲动地选择了后者。于是他想到了留下来的唯一办法，便不顾一切地冲出门，径直扎进了司机的怀抱。还不等司机从惊喜中反应，两人就听到同伴传来了求助的呼喊。而上了楼后，茉莉才看清，原来被囚禁的怪物又开始了发疯。没想到见到他之后，竟然变得慢慢平静下来。也许他的美貌
感化了对方心中那个难以控制的野兽。而冥冥之中，莫莉又看到了另一个留下来的希望。Lei è una santa, signorina. Santa 他竟把这个风撸野兽的傻子公爵驯服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绵羊，而这正是茉莉敲开豪门的金钥匙。虽然做客时间已过，但他情愿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留在公主府邸。他甚至为自己争取，表示有从小就有照顾姐姐的经验。于是在公主的准许下，茉莉赢得了多住几个星期的机会。她表面上故作平静，可实际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。她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马，而后两人便更加肆无忌惮。却不巧被小马的生父卡麦恩撞见。他终于知道对方之所以没被公主赶走，是因为确实有无可替代的管理能力。而后他一边照顾公爵，一边学习庄园的各种事务，还要日夜陪着大小姐寻开心，甚至2天就替公主捋清了账目。他的努力终于盼来了回报。很快卡麦恩便被叫到了书房，因为公主决定让茉莉也参与到庄园的管理事务中来。尽管卡麦恩1万个不愿意，但迫于皇权的压力，最终还是答应带一带这个小女徒弟。可茉莉到了现场才意识到，自己从未接触过修道院之外的社会，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。好在这些农活自己小时候也干过，所以熟悉起来很快。可遇到牲口被抢等纠纷，还得依仗卡麦恩这样的壮汉出马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要应付来自司机的感情催促，对方不在乎他失去的贞洁，并一再要求回家乡开启新的生活，连每年的津贴他都可以放弃，哪还会稀罕这种不靠谱的穷困日子呢？所以他依旧使用拖字诀，一点恩惠就将傻大个当成了兜底的备胎。没多久他就越来越忙，幸亏胜在年轻，也能应对自如。可到了每个月的这么2天，傻子公爵竟然又变得疯疯癫癫，难以控制了。因此还是老办法，管家又请来了失去丈夫的农妇帮忙，却刚好被他撞见。后来通过大小姐的讲述才得知，这个拔罐去火的应急方案早已众人皆知。他的计划不能冒险，必须和傻子公爵捆绑在一起才能实施。所以他乔装打扮，步行了很远才找到农妇家，便掏出了自己的积蓄，只为购买对方多年的一手情报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却得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。Un secolo passò. E chi non è? Qualcosa so, mezza mano. Duro duro. 这一切都充满了讽刺。茉莉也在回去的路上陷入了沉思，偏偏就在这时，她竟然遇到了巡视回家的卡麦恩。因为天色已晚，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无奈之下，他同意了对方送回家的提议。随后两人同乘一匹马向庄园方向赶去。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男人的雄壮臂弯，也趁机学习了骑马技术。然而在两人分别时，卡麦恩却意外送上了婚礼祝福。因为司机酒后吐露心声，所以他也替这个朋友感到高兴。茉莉听后简直要疯了，可卡麦恩却觉得是一件好事。Siete un insolente, lo sapete? 显然对方的忠言很刺耳，但他却将满腔怒火归咎到了司机头上。他抛弃了鸡肋的备胎，却转头将一股邪火撒到了小马身上。农妇的话在时刻在耳边萦绕，提醒他到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于是在为公爵读书时，他故意掀起了裙摆。茉莉的呼救声震耳欲聋，她很快便在家丁的帮助下离开了现场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因为玷污修女就相当于亵渎圣灵，茉莉不能再返回修道院了，不然早晚会在整个教廷引起轩然大波。于是当天夜里，公主不得不主动找上门，为了保全家族的声誉，也只能建议她尽快和公爵完婚。可这也意味着要放弃院长留下的终生津贴。不过公主早就知道茉莉的雄心壮志不止于此，所以给了她整晚的考虑时间，希望第二天一早就能得到肯定答复。显然公主多虑呢，茉莉当场就强忍着激动表示同意，但还有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她千万不能怀孕，因为如果再生出一个傻子，一样会毁掉家族积聚100年的好名声。茉莉点了点头，她与公主的交易就这样轻松达成了。而此刻最高兴的却是藏在床下偷听到全部的小马，显然两人可以不再经历分别的痛苦了。对方离开后，他再也无法忍住内心喷涌欲出的兴奋，而得到这些之后，他便要招募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居然冒着大雨敲开了卡麦恩的房门。原来公主听从了对方的建议才提出的婚约。卡麦恩听到这儿也放下了戒心，然而还等不到解释，茉莉的巴掌就像雨点一样扇了过去。聪明人的交流不需要太多废话。当晚，茉莉就把卡麦恩拉拢成了亲密盟友。她在雨中卸下了伪装，坦诚不公地释放了自己的天大野心。然而两人的火辣交易竟全都被窗外的司机看在眼里。为了避人耳目，茉莉第二天早早溜出门，却在田地里遇到郁闷了一整夜的司机。对方借口公主找他谈话，便将他骗上了车。可开到半路就现出了原形，并且扬言要将他的糗事向公主和盘托出。眼看计划就要落空，他又想故技重施地挽回局面，可事与愿违。此刻司机被绿了的心已经气得发紫了。好在清晨农户们还没起，茉莉心中顿时又燃起了杀戮之火。显然她没有后路可言，只有搏一把才能机车变摩托了。这一次茉莉又赌赢了，
司机在事故中断了气，他已经不敢再冒一丝风险，急忙将手放到了对方的鼻子下，确认没有呼吸后，紧接着是心脏，他仍旧没有感觉到生命在跳动。最后他将尸体合上了双眼，看来他身边也只有聪明的人才配活着。经过此事之后，茉莉的小宇宙变得无比强大，而在达到目标之前，他将碾碎挡在自己成功路上的一切绊脚石。他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后，竟然在凌晨3点就被2位仆人准时叫醒。公主吩咐穿自己结婚时的礼服，新郎也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，他们必须赶在天亮前完婚。原来美女与野兽的奇葩结合是皇室家族不能外传的奇耻大辱，而茉莉嫁给傻子公爵的第一天，她就偷偷敲开了庄园经理的房门，本以为委屈成为了贵族，这样的浪荡日子也算逍遥快活。可即便战争都胜利了，公主却仍因儿子战死而不准所有人庆祝。她好不容易走出修道院的围墙，却又踏入了一个被掌权者禁锢的牢笼。于是她以公爵夫人的名义放任仆人们远离庄园为胜利庆祝。然而比思想枷锁更可怕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西班牙大流感，这是伤员们从前线带回来的致命病毒。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彼此隔离。很快做饭的仆人挂了，老管家没坚持几天也被抬了出去，就连亲近的庄园经理卡麦恩也畏惧流感跟他做了最后的激情告别。所有人都不得不戴上口罩，可庄园里提供服务的仆人还是越来越少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茉莉竟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。毫无疑问，孩子根本不是傻子公爵的，他都开始幻想未来的新生活了，却始终忌惮公主那不准怀孕的警告。转机来自于一天雨夜，闪电击中了鹦鹉园的窗子，在里面的公主不幸摔倒，结果断了4根肋骨，卧床不起。接下来照顾饮食起居就成了茉莉每天必做的工作。可日子一天天的过，她越来越大的肚子却再也瞒不住了。公主发现后暴跳如雷，紧接着就给了她2个选择：打掉孩子可以照常生活，不然就剥夺继承权，扫地出门。而她却选择了更为激进的第3条路，她采摘了有毒的野果，开始学着研制各种致命汤药，并且阻止任何人探望，就连外孙女小马也被她挡在了门外。此时她的话犹如圣旨，毕竟家里就只剩她一个正常人了。然而公主虽日渐衰弱，但始终惦记着要她打掉孩子，甚至扬言不设立继承人，将自己的遗产一点不留地捐出去。茉莉拼了命才爬到这里，她的无声反抗不得不行动了。而她反抗的标志就是被扇了巴掌也要笑着面对。于是离开房间后，她就立即换上了一身黑衣。Più odiavo, più mi sentivo bene. Dovevo essere più cauta. Di errori ne avevo già commessi abbastanza. Ero stanca di fingere obbedienza, principessa. 为了孩子和拼来的一切，她傍晚就送来了阎王牌夺命汤。此刻的公主似乎也释然了，也许死亡才是自己孤苦命运的解脱吧。公主喝下了儿媳的毒药，茉莉也转身去向内心的不安忏悔，直到听见公主的微弱呼救，她才从黄泉脚下谨慎地翻身爬起。在这种关键时刻，她不允许任何意外的发生，而这一次他规避的所有意外也在隔离状态下没有到来。疫情期间的葬礼一切从简，可他还是看到了庄园经理卡麦恩的回归。他有件大事需要解决，没想到孩子的父亲却清醒又理智。为保证孩子和茉莉的生活无忧，卡麦恩明智地放弃了成为父亲的权利。由于对公主的一切了如指掌，所以遗嘱这件大事也只有这个亲密盟友才能办得妥当。很快，医生、律师、公证人悉数到场，因为找遍庄园也没有发现公主留下什么书面文件。依照法律，剩下的小儿子将拥有唯一的继承权，可鉴于傻子公爵的智商，那所有家产将由公爵夫人代为管理。这时卡麦恩提议，公主临终前肯定有口头意愿，而一直在身边细心照顾的茉莉肯定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。没想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，这场早就做好的局便按照他写好的剧本顺利上演了。他转达了公主的捐赠意愿，并为包括仆人在内的所有人留下了恩典，这样既保住了家族声誉，也让这些想分一杯羹的贵族们欣然接受。唯独外孙女小马对终生养老金这一说法感到刺耳，正如茉莉得到修道院院长的遗产一样，她认为这已经是人生最大的惊喜了。等一切已成定局，卡麦恩却突然掏出一个信封，原来公主早就将遗嘱托付给了信任的卡麦恩，对方已经出卖了自己的良心，只想让活着的人过得更安心一些。茉莉看到了遗嘱的全部内容，然后默默地扔进了火炉。她终于承认，权谋中的自己比想象中的更恶毒，这也是她在向理想哀悼那个曾经想成为好人的自己。不久之后，她终于盼来了渴望的生产之日。在生命的呐喊声中，茉莉顺利诞下了一个健全的男婴。随着孩子的出生，她和小马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，日子变得和以往不同了。傻子公爵在她的引导下学会了待人接物，甚至所有地位卑微的仆人也都成了亲密的家人。同父异母的姐姐抱着弟弟，
画面既诡异又略显温馨，卡麦恩仍旧保持着适当的距离，尽管茉莉还渴望发生点什么。Congratulazioni, signor principe. Vi ringrazio. 卡麦恩也没再说什么，便借口工作忙就匆匆离去了。茉莉骑马追了上去，发现对方竟独自坐在大树下发呆。他追过来是告别的，他想去父亲口中的大城市看看大海，甚至会卖掉庄园，哪怕送给卡麦恩代为管理也行。Che ci vieni a fare in città? Uomo di campagna sono io, guarda il mio posto. 茉莉仍有一丝丝留恋，还想要像之前一样亲密的告别，但卡麦恩却知道，那个荒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Non ti toglierò mai. La tua vita stare e dimenticare. 看着自己的盟友渐渐远去，茉莉又展开了一个新的人生规划。她把公爵托付给了仆人，带着小马和儿子坐上了去往大城市的汽车。她经过了曾经的稻田地，那些死去的亲人和敌人都在她的挥手之间烟消云散了。这是茉莉在向过去告别，然而大城市却是她从未见识的另一个世界。没想到他们刚下车就受到了皇室家族的盛情接待，小马依旧表现出了贵族的从容与优雅，然而他自己却仍旧显得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。他看着皇室成员慢慢远去，自己却成了不被大家族注意的一个另类。他试图逃离，可少得可怜的世面又让他惊慌失措，只有闹市中的教堂才是他生命中最熟悉的避风港。然而眼前的华丽装饰却比他野蛮生长的修道院还格外庄严。他慌忙跑下台阶，却仍旧放不下跨越阶级的野心。他索性脱掉华丽的外衣，走进下等人的生活。然而只有在这里，他才能看到梦想中的大海。 Scemozza, stai facendo piacere capire come è fatto male. Accomodati pure. 而看到大海之后，他心里那个蠢蠢欲动的野心又开始膨胀。看来高不可攀的皇族中即将迎来一场以茉莉命名的腥风血雨，而这就是所谓欢愉的艺术啊。